年来，面对着浩瀚的历史长河，人类不断地向自身、向宇宙重复着这个疑问。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人们对女娲造人的故事耳熟能详。在西方，上帝造人的传说也是妇孺皆知。然而，神话毕竟是神话。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一步步地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某些人类始祖遗迹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远古人类有了直观的认识。那么，人到底从哪里来？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是谁呢？就让我们走出神话的迷雾，首先开始探寻中国大地上古人类的发展轨迹。早在18世纪的时候，著名的瑞典生物分类学家林奈就通过解剖学认识到了人与猿之间解剖结构的相似性，从而提出了把人和猿同归于灵长类的论断。1859年，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阐述了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创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生物进化论。后来，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达尔文的启示下，进一步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人猿同族的理论。1871年，达尔文又在《人类的起源和性的选择》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是由一种绝灭了的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著名论点。但是，达尔文只回答了人类由何而来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如何而来的问题。于是，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总结当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1876年写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类的理论，开启了人类起源研究的新篇章。人类真的是由古猿演变而来的吗？如果是，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经历了怎样的漫长过程？来，环境的变化使一部分古猿被自然淘汰，另一些古猿因为适应能力强，勇敢地走出了森林，成群地来到林间草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古猿的身体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前后肢渐渐有了明确的分工，前肢更多的时候用来抓握工具，后肢行走奠定了它们向人演化的基础，是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长期的劳动中，交流的需要促使语言的产生和大脑的进化。古猿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打制粗糙的石器，学会把树枝砍成合适的木棒，作为防御工具或者逆势的武器。工具的制造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巨大飞跃，是人类诞生的标志。
到了距今300多万年的时候，最原始的人、猿人和最原始的社会组织原始社会形成了，从此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国最早的人类到底出现在哪里？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迁呢？刮削器应该是袁某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此外，还发现众多的碳屑和2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可能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在考古学上，人们把以石头作为工具使用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根据制作石器的方法不同，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因此，这些材料显示，袁某人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考古学者把这一群体称为袁某直立人，俗称袁某人。现在看来，袁某人的化石可能已经不是我国历史的最早记录了，新的考古探索随时可能刷新这一记录。到目前为止，重庆巫山龙骨坡的巫山人和山西芮城县的西侯渡文化的发现，将我国境内远古居民的生存年代又提前了。前者被测定是距今约201至204万年的古人类，后者则有距今180万年的历史。究竟谁是我国境内最早的居民？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袁某人的发现都将是一个里程碑，它使那个时代的远古祖先的生活重见天日。袁某人之后，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人类一直生生不息。但他们是什么模样，又是如何生产生活的呢？1929年的12月2日，注定是世界考古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这一天，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到1966年5月以前，已经发现了40多个北京人的遗骨，其中5个是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个头骨碎片，6块面骨，15个下牙床骨，152枚牙齿。此外还有10多块上下肢骨。同时出土的文化遗物
有石器和经过打击的石片10万多件，有用火的遗迹，还有虎类、鹿类等100多种动物骨化石。北京人属早期直隶人，学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他们前额很低，眉骨粗大，鼻子扁平，嘴巴突出，头部微微前倾，还残留某些猿类的特征。但是北京人的脑容量却显示了他们智慧水平的提高，平均约1059毫升的脑容量，几乎是现代猿类415毫升的2.5倍，与现代人的1400毫升的脑容量相比，已经较为接近了。与头部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北京人的四肢已经发展到更接近于现代人了。除了骨壁较厚、骨腔较小外，北京人骨骼的形状、大小、比例和肌肉附着点都和现代人差不多。这说明北京人确实是经常劳动和长期直立行走的，从而也验证了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伟大真理。北京人已懂得选取岩石制作石器，北京人的石器堪称是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典型，大体可以分为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在漫长的岁月里，北京人就是使用这些石器打砸野兽、刮削兽皮、切割兽肉、砍砸兽骨、树木、挖掘植物根块，从而顽强地与自然界抗争。这些原始的石器每一样都浸透着先民们劳动的汗水和智慧。在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里，发现厚度达4至6米、色彩鲜艳的灰烬，表明北京人已懂得使用火、支配火，学会保存火种的方法。北京人用火烧烤食物，还用火照明、防寒、吓跑野兽。北京人使用火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是人类由动物界跨入文明世界的重要标志。在人类形成的过程中，个体的力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依靠群体，也就是原始群体的力量，才能勉强生存下来。因为生存的需要，北京人形成了集体，开始了群居的生活。他们以平等的个体身份参与集体的活动，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收获的喜悦。在我们感慨北京人可以使用天然火的同时，一个新的疑问产生了：人类什么时候学会了人工取火？1933年，在发掘北京人遗址时，意外发现一个古人类遗址。因为发掘地点位于北京人的遗址的顶部，即龙骨山上部山顶的一个洞穴内，所以被叫做山顶洞人。据测定，山顶洞人的生活时代属于距今约18300至10500年前。与北京人使用天然火不同的是，他们懂得人工取火，这使他们摆脱了对自然火的依赖，成为了自然界里的主动者。他们的生产工具仍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已懂得刮挖、磨光、钻孔等技术。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做精美的装饰品。山顶洞人
制造了许多令人骄傲、内容丰富的装饰品，有穿孔的兽牙、海憨壳、小石珠、小石坠、幻鱼眼上骨和刻钩的骨管等。这表明他们已经有了美的概念。山顶洞人以兽皮为原料，用骨针和骨锥缝制衣物。这根骨针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有了这样奇妙的东西，山顶洞人就可以把鹿皮缝合起来，做成漂亮而实用的短裙。那时候，狩猎和采集依然是山顶洞人主要的生产劳动。经过